嗨，大家好，我是法棍。情人节快到了，有情侣的朋友们，情人节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里面令人羡慕的爱情，和大家一起看一看那些神仙情侣们都在送什么礼物。在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很喜欢的荧幕情侣呢？如果有的话，就在弹幕和留言里告诉我吧。今天我想和大家聊4部剧，一部国产剧《武林外传》，2部韩剧《请回答1988》和《山茶花开时》，还有一部美剧《生活大爆炸》。我特别喜欢看喜剧，所以今天分享的4部剧都是喜剧。我会加上时间标签，所以如果大家对某一部剧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跳到对应的位置去看。好啦，话不多说，我们来聊聊《武林外传》吧。《武林外传》是06年拍的剧，想一想，离现在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记得小时候暑假的时候打开电视，不是在放《武林外传》，就是在放《还珠格格》。当时小时候看吧，觉得佟掌柜一天到晚就是讲一些大道理，好像没有什么多大意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以后突然开始喜欢看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以后更能 get 到里面好笑或者感人的地方。讲到《武林外传》里的情侣，就不得不提佟掌柜和白展堂这一对。如果大家看过《武林外传》的话，应该知道白展堂是道圣嘛，他有一块道圣的玉牌，他把这块玉牌交给了佟掌柜保管。在15回的时候，佟掌柜把这个玉牌丢掉了，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收到白展堂送他的礼物，所以丢了之后他就非常的伤心。15回也就是讲了佟掌柜怎么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钱想把这个玉牌找回来。在这一回的结尾，白展堂教育大家说，其实不用太过于纠结第一次，因为人生有很多个第一次，而且有了第一次之后，后面还会有第2次、第3次、第无数次。佟掌柜就问他，真的还有第2次吗？问他会不会还有礼物送给自己。于是白展堂当场就送出了第2个礼物，送了他最贵重，哪儿也买不着，而且还对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自己穿了7、8年的靴子。大家都学到了吗？你看，就地取材，送礼也没有那么难吧？如果今年情人节想挨揍的话，就送他。这是一个开玩笑的礼物。其实《武林外传》里还是有很多很真诚的送礼的人的，比如说有一回郭芙蓉，也就是姚晨演的小郭，要离开同福客栈然后回家了。这个时候秀才就拿出了一根簪子，那个簪子是他妈妈留给他的，说是给未来儿媳妇的。要是说起《武林外传》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送礼物的话，其实不是完全是主角的故事。如果大家看过《武林外传》的话，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里面有一个叫柳星雨的角色。这个姑娘一出场的时候就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她是一口南京话，所以让我觉得还挺亲切的。柳星雨原来是一个小偷，她来了同福客栈以后，发现李大嘴非常的憨厚老实，看上去很好骗，于是就想利用他骗得一些钱财。但是他后来就慢慢的发现，其实李大嘴是真的心地善良，对人是非常真诚的好，所以他就喜欢上了大嘴。在临走的时候送了大嘴一个礼物，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小偷，所以自己的东西他都觉得不干净，不想送给他。这时候他把李大嘴带到了门口，指了指天上的月亮说，这就是我最宝贵最干净的东西，现在它归你了。不要说李大嘴了，就连我这个观众看着都觉得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讲到月亮，我就想提一句《武林外传》里的屋顶，因为经常有大家坐在屋顶上看月亮的这么一个场景。每次看到他们坐在那个屋檐上，就觉得能有这样一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可以自己坐在上面散散心，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或者即使大家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吹吹风也是好的。秀才给小郭告白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屋顶上，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个告白台词写的真是太好了。当时郭芙蓉问秀才喜欢他的心情可以维持多久，秀才说可能就是一辈子吧。一辈子很短，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可这种心情很长，如高山大川，绵延不绝。我现在看到这句台词还是会起鸡皮疙瘩，毕竟秀才是读书人嘛，讲出来的话还是不一样。大家都拿本子抄好了吗？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武林外传》的话，现在就去看吧。江湖喜剧一共80集，包你看到爽，相信你看完也会爱上同福客栈的。第2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请回答1988》，其实它已经挺有名的了，是
一部豆瓣9.7分的神剧。我上一次查的时候大概2天前吧，它也是豆瓣评分最高的韩剧。它讲的是弄堂里面邻居几户人家之间发生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可能会对我马上讲的名字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看过的话，大家应该会觉得很亲切。如果说《武林外传》是更偏重成年人的故事的话，那请回答1988其实是一部有很多青春元素的剧。剧里面的女主角之一叫做德善，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生。她一开始喜欢的男生叫做善宇，德善会在善宇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在他的书包里偷偷的塞巧克力，或者在他的抽屉里塞一点小礼物。郑焕和小泽是剧里面的2个男生，他们都很喜欢德善。德善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特别喜欢里面的粉红手套，于是郑焕和小泽都在圣诞节的时候给德善送了和电视里一样的粉红手套。你说什么？德善最后选了谁的手套？我在这里就不剧透了，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自己去看吧。这些礼物都带着青春的羞涩在里面，偷偷注意喜欢的人喜欢什么，然后再投其所好。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他。剧里有个女孩叫曼玉，对，就是那个张曼玉的曼玉。还有个男孩叫郑峰，是刚刚提到的郑焕的哥哥。郑峰很喜欢曼玉，有一次曼玉出车祸然后住院了，德善就告诉郑峰说，其实曼玉现在最需要的是外面的世界。于是郑峰就送了曼玉一张宇宙旅行卡，那是郑峰在大富翁里面最喜欢的一张卡，说他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当时曼玉拿到那张卡之后就说，我们的爱情要开始了。请回答1988里面有太多有趣搞笑又感人的故事，反正我推荐每个人都去看。我已经安利了我的很多朋友，看过的都说好。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佩服韩剧的细腻，他们可以把人和人之间那些最平凡也最容易让人忽视的感情都描绘得特别的质朴和感人。这部剧也不仅仅是讲爱情，它还有很多友情、亲情、邻里之间的感情等等。我觉得它适合所有的季节看，冬天看很温暖，夏天看也很清新。我是请回答1988一生推，希望大家都去看好吗？第3部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剧比较新一点，是19年拍的《山茶花开时》。这部剧里面演员的演技都很棒，很自然，而且我必须要说一句，孔孝真、欧尼真是太美了。孔孝真在这部剧里面演一个命运非常坎坷的单亲妈妈，她叫东柏或者叫山茶，她在镇上开着一家小酒馆，叫做 Camellia， 也就是山茶花。男主角叫龙直，是镇上一个警察，正义感爆棚，而且抓坏人的直觉和运气都出奇的好。东柏呢，因为人生经历太过坎坷，所以整个人不是很自信，也比较阴郁。而龙直是一个憨憨的这么一个形象，他对东柏是一见钟情，示爱的方法也非常的朴素，就是送花，但不像别人可能偶尔送一次，他是天天送花。东柏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龙直就说那我们就把每一天都当做你的生日一样来庆祝。送花其实很简单嘛，但是让我感动的是龙直这种鼓励和关心东柏的心意。他想让东柏知道，就像每天都会收到漂亮的花一样，每天都有值得开心大笑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值得庆祝的一天。这种心思让我觉得非常的甜。山茶花开时是一个悬疑爱情喜剧，里面有一点点刑侦的元素，大家不要看剧透的话会比较有意思。关于山茶花开时，我想最后说一句，里面的男女主都有一点点的爱哭，有的时候他们哭的真的是非常的悲伤，让观众看了也很想哭，但是他们每次2个人一起哭的时候，我都很想笑。我觉得那种2个人相对大哭的场景实在是太可爱了。最后一部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剧是《生活大爆炸》，它一共有整整12集，它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最多的美剧，也是我唯一不惜重金把12季都买下来的美剧。现在我还会天天和朋友一起看，每次大家一起大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生活大爆炸讲的是一群 geek 的故事， geek 这个词还挺难翻译的，大概就是那种对什么东西会很痴迷，有点书呆子类型的那种人。所以这部剧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礼物，比如说 Sheldon 也就是谢耳朵，
会在情人节的时候送 Amy 一根长满蘑菇的木头。他说如果送花呢就只能开1季，但是如果送蘑菇的话就可以长好多季呢。好多季呢。不过这部剧里也不都是奇奇怪怪的礼物，里面的人物也有慢慢开窍的一个过程。有一次Sheldon惹 Amy 生气了，Sheldon就精心挑选了一个皇冠送给 Amy， 这个也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名场面了。Amy 在收到皇冠之后开心的不行，就说赶快给我戴上，给我戴上，然后还给Sheldon送上了香吻一个。所以皇冠这个礼物还是挺值得各位学习的。Sheldon 和 Amy 还互相送过一些非常感人的礼物。Sheldon 从小是和他的外婆非常的亲，也很喜欢他外婆给他做的饼干。Amy 就在过圣诞节的时候给 Sheldon 的外婆打电话，问他这个饼干怎么做，然后亲手做给 Sheldon 吃，让他尝到那种童年的味道。Sheldon 在有一次 Amy 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自己大脑的核磁共振图像，然后指着上面亮起的那一部分大脑皮层告诉 Amy 说，这部分亮起来了是因为我在想你。心动了吗大家？越是这种平时看上去不太会讲话甚至情商有点低的人，偶尔说一些很浪漫的话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Sheldon 和 Amy 这一对大家送了一个外号叫做 Shammy。Shammy 真的有太多故事可以说了，但是剧里的其他情侣也有一些非常浪漫的故事。比如说 Leonard 去北极参加完科考项目以后回来，给 Penny 带了2片玻璃片，里面夹着一片北极的雪花，而且是永远都不会变质的那种。说到耍浪漫的话，其他的几个男生可能还是比不上 Howard。Howard 的女朋友也是他后来的妻子 Bernadette， 是学微生物学的，于是 Howard 就准备了一个非常小的微粒，在上面刻上2个人的首字母作为礼物送给他。Howard 在去太空之前送给 Bernadette 一条星星的项链，给他戴上之后又拿下来说，我把它带到太空去，这样我回来之后你就有了一个去过太空的星星项链。这些礼物可能看上去比较的高大上，那也有一些比较接地气的，比如说他会在他们纪念日的时候给 Bernadette 写歌。Bernadette 刚好因为实验室有一些突发状况在医院隔离，于是他就带着一大帮朋友还有他的那些音乐器材，在病房的外面隔着玻璃给 Bernadette 唱歌。这种非常感人的情节还有很多，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部剧和里面的人物，所以每次里面有人结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都忍不住姨母笑。我喜欢看喜剧是因为他们比较轻松愉快嘛，但是我刚刚讲的这几部剧都有一些特别感人的地方，让人既想哭又想笑，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魅力所在。聊完了这么多的礼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送礼物的灵感了呢？生活大爆炸里Sheldon其实有提到过，说他觉得礼尚往来是一种负担，因为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送礼物嘛，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仪式感，也是我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今天说的主要是情侣之间送礼物，那其实朋友家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大家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记得留言告诉我吧。快过年了，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过年大家能多多送我一点点赞，多多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牛年再见。